看你的简历是华大金融系毕业的，对。为什么选择金融行业？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所有人都需要资金融通，无论是即期、远期、国内或者海外的资金需求，金融业都能满足这些需要。这就造成了投资和回报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成正比。你毕业之后没有直接进入金融行业，而是进了服装公司，那就等于你在金融行业是毫无经验。那你觉得你如何能胜任我们公司的工作呢？我的确在工作经验方面会有所欠缺，但我有在 MG 的工作实习经历，我知道实际工作远比书本知识要复杂和丰富得多。但我有责任心，也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而且我也比较勤奋，在之前的实习工作中也圆满地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安排，所以从中获取的工作经验让我受益匪浅。请贵公司放心，我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和我的工作经验能够让我有信心胜任这份工作。如果有1亿资金，你会投资哪个行业？如果我现在有1亿资金，我会选择投资互联网金融。我没有其他问题要问了 ，Cindy， 你觉得呢？我注意到一个问题，你的成绩全都是 A+，可是为什么没有学士学位？我在学校期间有一门必修课，帮同学替考了。行，面试就先到这儿吧，你先到门口等一下。谢谢。太可惜了，成绩这么优秀，为什么要给别人替考呢？这是品质污点啊！所以我们就要因为一个错误否定全部吗？面试怎么样？结束了吗？还没有，我在外面等结果。喂，怎么样？还顺利吗？还行吧。那他们问你学位证的事儿了吗？问了。你怎么说的？我实话实说呗。啊，你说了，那岂不是对你很不利啊？哎，早知道我应该找个更好的理由糊弄过去的。这事儿，他们如果想知道，一查就能查得出来。不管他们要不要我吧，我起码实话实说了，不愧于心啊。你说的也对。哎，这样，反正这家不行的话，还有下一家，我就在门口那咖啡店。你结束了，赶紧过来。好，拜拜。恭喜你，你已经进入了我们最后一轮面试。接下来是我们的管理合伙人，他会亲自面试你。跟我过来吧。进去吧，祝你好运。请坐。怎么？看你的表情，好像你都猜到了。我就猜对了一半。我以为你只是这个公司的高管，但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老板。所以，我的简历是你帮我投的？是啊，但是我没有干预面试。就在10分钟前，公司的副总还有董事总经理
还在为考试作弊，算不算严重的品行不端，吵得不可开交？但你现在已经坐在这儿了，除了你自己的能力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你的诚实。我明白了。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面试了。你知不知道 DH 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是一家私募基金公司，通过投资不同的行业和公司，或是把一个公司进行拆分和重组，来获得回报。你愿意做私募基金吗？别着急，给你几分钟想清楚，然后再告诉我。我愿意。第一，我对金融投资特别感兴趣。第二，坦白来说，我现在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工作，也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我一定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到最好。杨小姐，恭喜你，你被录取了，明天就可以来上班。就这样啊？要不还会哪样？严格来说的话，我之前已经面试过你一次了，而且是我手把手教你如何面试的。你觉得我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你呢？好像也是啊。但有些话我还是要重申一下。公司决定用你，是因为你足够优秀，并不是因为你认识我。如果你不好好工作的话，我还是会开除你。刚才你的面试官说了一句 "Everyone deserves a second chance"， 我同意他的观点，不要让我们失望。我会加油的。记得去人力资源部办入职手续。好。哎，你男朋友那边？他那边我会跟他解释的，我会解决好。你吓死我了！你完事儿了？对呀。嘟嘟嘟嘟嘟嘟嘟。面试通过了。呀！哎呀，你小心点儿。再抱一下，再抱一下，我替你高兴啊！好了好了好了，给人擦擦桌子。快点。但是陈志远是这个公司的老板之一，这次面试是他帮忙安排的。但是面试很公平，也很客观。不是什么？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早有预谋。他不过是想帮我。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谁是鸡啊？我。你呀，反正我不同意。哎呀，人家是大老板，我不过就是个新入职的员工，而且我跟他不会有太多的工作上交集的。再说了，现在没有其他比这更好的工作了，难道你会希望我回去打零工吗？好啊，我可以暂时不反对，但是你得答应我个条件，只要你找到比这个更好的工作，要立刻马上瞬间从这个公司辞职。好。那给你买的咖啡。谢谢。你好，能收一下桌子吗？谢谢。走吧。进来吧。我导师的助教要去国外做2年的访问生，这房子本来是他买来自己住的，但是刚刚装修好啊，他就收到了通知书，
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房子当自己房子一样爱护它。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爱干净的女生，所以我跟他保证，你一定会好好爱护他的房子的。这个价格他又同意了，谢谢。所以价格才这么合适，还挺好的吧？挺好的。这才像人住的地方。哎呦我的天！哎，你们几个真行啊，拿我一个人当壮劳力是不是？哎，我自己可以的，但你非要帮忙，那我不得给你机会表现一下自己。别瞎说。哎，那就不需要我提供了。看会儿。小沈，你肠胃好了吗？我调好了，芝麻麻香，那天纯属意外。那天啊，沈红英雄救美，你们一个昏睡，一个不在现场，堪比《速度与激情》，你知道吗？啊，沈浩过来配合我，快点。那天那个司机跟没看见我们似的，一下就超我们前面了。沈红一个急掉头，一脚油门踩到底，直接挡在他前面，大灯一照，沈红一下车，帅，还帅呢，多危险呀！那次确实我太冲动了，如果真撞的话，那也全完了。不是，你什么时候知道冷静和清醒？自从有了小小之后。哎呦，算，以后别再这么冲动了。知道了。要不我帮你洗吧。哎，既然大家都这么无聊，那我给大家变个魔术怎么样？沈红？好啊。哎，好嘞。哎，看啊，这都是白纸。看，小陈，你看，啊，没问题吧？我就这么一下，哎，全是钱。哎呀，有点意思啊。哎，这魔术可难，我告诉你，这也没个几个月功夫。把钱和纸粘一块儿挺费时间的吧？你怎么知道的？我这儿看他一清二楚。啊，哎，丢人，这段垮了。话不能这么说。我跟你讲啊，同样是1个月时间，橙子放在那儿只是微微皱皮，而苹果全烂了。这就说明厚脸皮的重要性，对不对？那这样，不变魔术了，给大家讲点段子，好不好？好啊。哎，你们知道为什么星星种8颗吗？为什么呢？星巴克。你很懂啊。再来一个，为什么世界上所有人都会抛弃你，唯独数学不会呢？这个让我想想啊。因为数学不会就是不会嘛。不过像你们这种学渣不会也是很正常的。那有对夫妇，丈夫姓周，老婆姓夏，一共生了7个孩子，分别叫周1到周7。第8个孩子叫什么呢？哎，这个我知道，周8。下周1。那有一个7分熟的牛排和一个5分熟的牛排，他俩相遇了，没有打招呼，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都不熟。你要干什么？你有没有觉得我还挺有趣的？啊？哦，都是一些网上无聊的段子，耳朵都听起见了。啊，是吗？有趣。那行，你好好干啊。干嘛啊？这不挺可爱的吗？你拆他台干啥呀？可爱吗？不可爱吗？可能是他最近总围着我转，有点烦吧。哎，你看什么呢？有2下子，不愧是我看中的人，看来只能改变攻略方向。哦，你给我出的什么主意啊？什么叫送项链女生会很感动？她不仅没感动，还骂了我一顿，嘲笑我一顿。你还怪我啊？哪知道你有样学样啊！再说了，那个魏彤跟小小的性格完全不一样，你把我的经验放在你身上，那肯定是不能完美匹配的。
你跟我说说他是怎么嘲笑你的？他说我不干正事儿，干什么都3分钟热度，我有吗？3分钟不至于啊，但是你3小时差不多。你也跟着讽刺我是吧？你不帮我想主意，你还讽刺我沈宏？你平时追妹子的套路不是挺深的吗？什么爱心蜡烛、天台告白，你简直就是一个行走的教科书啊！至于魏彤，我平时看他也挺乖巧文静的，段位应该不高，你怎么就搞不定呢？我哪知道为什么？一开始我还挺讨厌的，但后来看见他就想靠近他，就跟那个冰箱贴似的。啊？哎呀，要不这样吧，雨神，他既然说你不干正事儿，那你就干干正事儿，让他瞧瞧，没准突然有一天啊，他就对你改观了呢。对呀，干正事儿。我懂了，谢谢猴子。那个，我过2天请你和嫂子吃饭啊。行，我先挂了啊，我削苹果呢。啊，我挂了。跟谁聊得这么开心呀？哎，跟雨神。哎，虽说他平时智商不高啊，但是我怎么感觉他一见到魏彤呢，他就智商变成负数了。他也挺有勇气的，追谁不好，偏追魏彤。魏彤可比校花难追多了。没那么夸张吧？别人我不知道啊，就赵雨环那点小把戏，他可忽悠不住魏彤。哎，我倒是觉得，有个人特别容易被我忽悠。那还不是因为我？因为什么？因为你是不是早就喜欢上我了？我早知道不跟你说了。我吃你苹果了。你一会儿要不要早点回去啊？你不让我待在这儿？不是啊，你不是前2天刚跟你爸妈吵完架吗？你这又连着几天不回家，会不会不太好啊？也对，我也得回去跟他们好好说说。哎，但是千万记住，不能再跟他们吵架了，好不好？哎呀，知道了，我媳妇说的话，我沈宏肯定做到。你凭我笑得真烂。我第一次笑。好吧，但是好甜啊。有我甜吗？爹，爹，您穿那么帅干嘛去？带我去呗。为父出去是办正事儿，不是玩耍。你看你说的，那我不也得学学怎么办正事儿吗？对不对？哟，哦，那麻烦您抽出宝贵的5分钟时间来，换身正经的衣服，再跟我走，行吗？稍等我一下。这眼睛怎么了？这是近视啊，还是散光？还是啊？学习学的。装斯文，等一下要有礼貌啊！对人要尊重。不懂的事儿别瞎插嘴。我真是来学干正事儿的。你不说这哥们儿是美国名校毕业的吗？宾夕法尼亚。得嘞，那得跟人好好学学。哎呦，对不起，迟到了。程总，张总说笑了，是我们早到了。对，乔总，来介绍一下啊。程总、乔总，打招呼啊。程总，乔总。犬子赵宇环，宇宙的宇，环环于征的环，2位后头关照。很高兴认识你。程总客气啊。来吧，我们坐吧，别客气。坐。来。菜点了吗？没有啊，等您点呢。服务员，麻烦你。2位，您来。那我做主了啊。好。
那个爸，我上个厕所去。这个时候要说卫生间。哦，我上个卫生间，不好意思啊。赤汤烩鱼肚，可以吧？好。看看汤类。哦，这还有烤鸭呢，来只烤鸭吧。可以，没问题。猴子，你猜我现在跟谁在一起？还能有谁？魏彤呗。程志远。什么？你怎么会跟他在一块儿？先别管这个，你上次是说嫂子到程志远公司上班了啊？怎么了？那你完了。你才完了呢！我告诉你，我爸现在在跟程志远吃饭，谈什么融资项目。我爸那么挑剔的一个人，一路上对这个人赞不绝口，说的我都快五体投地了。不是赵玉华，你到底哪头的？我当然是你这头的。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很危险，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虽然在你家公司做什么销售，但是他们根本就不让你干这事儿，天天飞来飞去，游山玩水似的。这要让嫂子知道，一定会出问题的。我告诉你，说不定嫂子也投向程志远。你闭嘴啊！我说的是投向程志远的公司，我不是那个意思。嫂子那是一种人啊，对不对？我们之间的事儿用不着你瞎操心啊。我跟小小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我们之间的感情坚不可摧。你说的那些事儿都成为不了我们之间的障碍。再说了，谁要是敢破坏我们俩，我给他来套降龙18掌。告诉你啊，我反正说了，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还有，你家还有2尊佛呢，你自己注意啊。那你就等着看，哥们儿，我有的是办法。先不跟你说了啊，我骑车。妈，你怎么了？妈，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气你的。但是你也不能跟我说一声就去找小小，还让他跟我分手，我能不生气吗？我到现在还不明白，小小那么好，你们为什么都不喜欢他？你们甚至都没有了解过他。你们2个人呐，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不一样哦。你现在说你们彼此深深的相爱，过几年呢？过几年激情退下去之后，你们会为很多细小的事情争吵的呀。到那时候，你还像现在这样爱他吗？你会吗？我会啊。不要急于回答我啊！我告诉你啊，往往杀死爱情的不是生老病死，而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柴米油盐当中，你会发现你当初多么爱的一个人，跟你的三观完全不一样。不是有那样一句话吗？打败你的，永远不是惊涛骇浪，往往就是鞋里的一粒沙子。那你和我爸当初还是不顾2家人反对走到一起了。所以说呀，这都是我过来人的肺腑之言，晓得吧？我不信，妈，我和小小是真爱，我可以向你们证明，我跟他的爱情经得起任何考验。不需要啊，你不需要证明给我啊。如果过若干年之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们2个对彼此的感情都像今天这样不动摇，但是那我就祝福你。妈，哎，你的意思是答应我吧？那我爸，你爸怎么了？哦，你觉得你爸有什么想法？你不用管他，我怎么想他
他就这么想啊。哎，倒是我要问你了，你现在这么笃定，严小晨对这份感情也这么坚定吗？我笃定，他坚定。妈，妈，我再也不气你了。妈，对不起，我再。妈来了，你先休息啊。妈有话跟你说，我先走。你答应他了？咱们儿子的脾气个性，你不晓得。你越阻止他，他就越跟你对着干，越要坚持。我怕再这样逼下去啊，万一哪天给咱俩上演一出私奔的闹剧。所以安慰安慰他吧啊，咱们再慢慢想想办法。对了，你去替我给小周打个电话，告诉他这几天啊就不用来接我了，我要盯着他，咱们看看万一有什么情况呢，及时发现，一眼都盯住他啊！现在去看看，干什么？这是你的工位新人啊？我叫严小晨，你们好，叫我小晨就好。嗨，小陈。好了。嗨，你小心点的。那李坤，小弟弟交给你了。OK， 没问题。小陈，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什么味道？你不觉得你一来这个办公室，连空气都变甜了吗？你又来你那些电视剧的老梗。就你吗？别误会啊，我们公司就这样。对了，你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我想知道我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分析员的日常工作就是向乙投资公司和女投资公司索要资料、整理资料、做会议纪要，然后呢，在上司的指导下做一些行业分析、市场分析、可比公司分析、可比交易分析、政策分析。那我有机会接触管理合伙人吗？管理合伙人？怎么可能？这么跟你说啊？你的级别跟合伙人级别相差太远了。这是你们中间隔着投资经理、高级投资经理、副总裁、高级总裁、董事总裁，所以你可能不大有机会能跟合伙人直接打交道。不过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的上司是高级副总裁，大魔女 Cindy， 大魔女哦。你说谁是大魔女啊？Cindy 姐，你听错了，我说的是大美女，是吧？严小晨是吧？啊，我们正式认识一下，我是你的上司Cindy。辛总好。已经走完了认识男朋友的流程了吧？啊 ？No bird， no。男性朋友啊，跟我来一下办公室。哎，你进去小心点，所有在 Cindy 手下做事人都会请你第二次面试啊。他会给你设立第二次考核，如果你能过。秦总，2天后我们公司会举行一个工作陈述会，我需要你代表我们部门准备一个 speech， 到时候你要向各部门汇报一下我们公司投资的和参与投资的重要项目的一些分析报告。这些是资料。哦，没有问题吧？你是华大高材生，一个 speech 而已。没问题。有问题记得跟我说。Time's money, hurry up. OK。这里，我跟小邹、小白、小王，你们别下班了啊，跟我出去应酬去。那个，江哥，我今天晚上不大方便，你要不让沈侯跟你一块去？是不是傻？出事你负责呀？
告诉你，侯总已经跟他牛总下了密令，以后不准手里跟着我们。赶快收拾东西。我去。哎，江哥，那个，你们是不是去谈童装市场的事情啊？啊，是啊，怎么了？我也去。你别去了，那个，你还有那么多项目要等你负责呢，你踏实待着。不是江哥，你是不是嫌我会拖后腿啊？怎么会呢？你人手够了，用不了这么多人啊。不是，小韩，你是不是女朋友过生日，你得陪她？那我替你去。啊，快去啊！你去吧，你先去吧，你去。谢谢啊，没事，不用谢啊，慢点啊。江哥，我需要准备点什么？你什么也别准备了，你别把自己喝丢就行了。少喝点今天啊。放心吧，江哥。走啊！走。来，向总，我敬你一杯。哎，这个小伙子怎么一直不喝酒啊？出来谈生意，哪能不喝酒呢？来，喝一杯。不是江总，小沈啊不太能喝，他一喝就吐，到时候吐的满哪都是，你多破坏气氛。这样，江总，江哥，这不是久仰蒋总大名吗？蒋总，我敬您一个，希望这一次能跟咱们公司合作上。我干了。不是小沈，你干什么？这个小伙子有意思啊。好，只要你喝掉桌上所有的酒，我今天就签合同，怎么样？蒋总，您说话算话。那蒋总，我先冒犯了。好酒量，好酒量。为何啊？哎，怎么讲啊？来，大家鼓鼓掌吧，打个气呗。这得力干将，可以啊，酒量不错。金江总，金江总，江总，可以，最后一杯。蒋总，你现在能签合同了吧？借助多方社会关系，既不损害到背景企业的名誉，又可以让广大的投资者放心，这样投资者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向平台，平台人气上升后就不缺投资者了。做到以上3点且用心经营，平台将会越做越大。谢谢。最后一个是杨晓晨。大家看一下。我来。大家好，我今天各位，我们部门的演讲取消。辛总，我就想问我为什么是吗？这份东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你不觉得丢人吗？资料收集不够详细，市场分析不够透彻，在我看来，就这份报告完全是在浪费我们公司的墨水。我跟你说过，如果有什么问题不能自己完成，你可以告诉我。现在这份东西既不专业又没创意，严小姐，我希望你明白，光会逞强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我现在甚至开始怀疑，让你进入我们公司是否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既然最后一份演讲取消了，那么今天的总结会议
就到这儿结束了，散会吧。别那么急着心疼，路还长着呢。小陈，说完了。说完了。你中午不会就吃这个吧？啊，你吃了泡面，你还吃冰淇淋，你不怕胖啊？这不是我买的啊。那就是有人送的，可以啊。这样，我哪知道？你吃吗？给你吧。别人送你的我，快点快点，你吃吧，给你。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呀，其实最近公司这么多项目，你2天之内完不成一份详尽完整的分析报告，其实也是可以理解。但你被 Cindy 盯上了，你未来可能就没几条好日子。哎，对了，你以后别心动校长，他从国外回来，喜欢别人叫他 Cindy。你不会得罪 Cindy 了吧？喂，你好。啊，是我。您是？我曾经给过你名片啊。看来你根本没有储存我的号码。你很大牌啊！我还抱希望说你会给我打电话。哦，您找我有事吗？是这样，我呢想见你。现在？我现在要上班。我知道，现在是午休时间，没关系，我去你单位找你。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行，那我把地址发给您吧。再见。谁啊？要你管？哎，谁呀？你说嘛。八卦死了。行了，上班。阿姨。坐。给你点了杯咖啡，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谢谢。先恭喜你啊，这么快就找到了这么一份好工作，你真的是让我刮目相待。您过奖了。小陈的确是个聪明的孩子，可是你还不够冰雪聪明。如果你真的聪明的话，我们上次谈的事情，你应该知道怎么做。我这不已经辞职了吗？我讲的不是这件事，我讲的是你跟沈侯分手的事。抛弃最爱的人，在您看来是聪明。如果真挚爱对方的话，那么考虑问题出发点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否则抓住对方不撒手，那一定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以你现在这么微薄的收入，你是偿还不起你母亲欠下的巨额赌债的，所以你才要死死地抓住沈侯。结婚以后，沈侯自然就替你还债了，是吧？且不说我们作为沈侯的父母，我们2个白手起家，绝不允许任何外人来肆意地挥霍我们的财产。就从沈侯的角度上来讲，我也不希望他成为世人的笑，大家议论的把柄。我妈欠下的赌债，我已经替她还清了。你们把我们家调查的那么细，真是劳您费心了。但是，我们家的事儿，我自己会承担。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麻烦沈侯。还有，我不是您以为的那种女孩，你也不用这么来吓唬我。你认为我在吓唬你是吗？我跟你讲的是残酷的现实。想知道你在这么一个公司里面工作，做什么职务，这一点对我们来讲并不难吧？凭我们深思在业界的影响力，有时候只需要我一通电话，你的所有的努力都会归零。所以，如果你还死抓着沈侯不放，不跟他分手，他爸爸就会把沈侯赶出我们的公司。到那时候会怎么样？两个行为不端的人，双双被大学开除，又被公司开除，你想还有哪家公司会雇你们呢？在上海这么大的城市，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哈哈，你可以想象，你们两个人靠什么养活自己啊？贫贱夫妻百事哀啊！到那个时候，你就是再有激情，也会在柴米油盐面前支离破碎。结果只有一个，2个字：分手。你不用这副表情看着我，你心里一定想，我怎么这么残忍？可我讲的全是事实。我再告诉你一点，沈侯他可以荒废10年的时间，10年以后呢，他回来依然是深思集团的继承人。可你呢？对他好。陈总，怎么表情这么严肃啊？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程志远，小陈的老板，这位是沈侯的妈妈。你好，幸会。您好。你好。刚好我也认识沈侯。哦，呵呵。
这么说，您是知道小陈有了新的工作，出于关心过来看看他的吧？就算是吧。您别担心，小陈在我们公司啊表现得非常好，我们都很满意。对了，我最近呀知道了他之前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不过您放心，我们做金融的呀，从来都不会去相信大道小道的消息，我们只会相信真实的客观数据。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如果这个人再敢胡来的话，攻击我们公司的员工，就是诋毁我们公司。公司的律师啊，巴不得能有个机会证明自己100万年薪是物有所值的。看来你们是有工作要谈那我就先告辞了。小陈啊，跟你谈的事情，你认真考虑一下。再见。再见。坐吧，没事吧？你刚才说的，知道我以前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是什么事情啊？就在昨天晚上，有人往公司的邮箱发了一封匿名文件，说你之前在深思的财务单据上弄虚作假，让我们注意你这样的污点员工。你应该问的是谁把你来公司的事情说了出去吧？喂，小豪。怎么了？想我啦？你有没有把我去 DH 的事儿告诉你妈呀？我说了，我跟他夸你来着，我就让他明白，同意你辞职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怎么了？我做的不对吗？不对，你怎么突然问这个？是不是我妈要去找你了？没事儿，我妈早就同意我们俩在一起了。她没准就是关心你一下。那我知道了，我现在还有点事儿，先不跟你说了啊。好了吧。拜拜。喏，黑咖啡。谢谢。配冰淇淋。你吃了泡面，你还吃冰淇淋，你不怕胖？这不是我买的。那就是有意。冰淇淋加配咖啡，一冷一热，一甜一苦，绝对特别。试一下。看来你对我的了解，远比我对你的了解要深得多。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加拿大滑雪，第一天去的时候，胳膊就摔伤了。跟我一起去的朋友啊，都出去玩了，就我一个人在度假村里面看雪。突然我就特别想吃冰淇淋，我就踩着很厚很厚的积雪，走了很远很远，我才买回来。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冰淇淋。虽然都是从冰柜里面拿出来的，但夏天的冰淇淋很柔软，冬天的冰淇淋多了几分坚硬，有点寂寞冷清的味道。不觉得很奇怪吗？人在小的时候都喜欢甜，讨厌苦，那好像是生命最初幸福的味道。但长大了之后，有很多人开始喜欢品尝苦涩。也许是因为长大以后，我们的味蕾才开始真正明白，苦涩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无法躲避，只能学会品尝。你试一下。再吃着冰淇淋。太冰了吧？先苦后甜，试一下。怎么样？哎呀，我的牙，牙快掉了。想说什么？不客气。不客气。其实生活啊，不一定一直美好。那些挣扎可以让你变得更坚强，那些改变可以让你变得更有智慧。那我就带着你的坚强和智慧先回去了。
免得你扣我工资。拜拜。郝总，您的咖啡，您要的照片都已经拍完了。好极了，一会儿转给我。好，走吧。喂，帮我查一个人，深思公司的董事长侯月珍。心脏 ，Come in。这是我重新做的分析报告。什么意思啊？事后诸葛亮啊？我只是想证明同意我进公司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希望这次我没有浪费公司打印机里的墨水。如果又是浪费呢？如果又是浪费的话，我会以利为重，及时止损。放那吧。心脏，以后公司的月结报告都由你来做。还有，我不喜欢别人叫我辛总，叫我Cindy。好。李辉，哎，跟我去趟会议室。好嘞。恭喜你啊，有惊无险度过 C。Hurry up！ 哎，来了。我呢，主要是希望和 DH 合作，所以其他的条件，老邓，不是说不可以谈。老邓，我说老邓，你什么意思？你不是说不跟他们 DH 合作了吗？幸亏我今天来得早，在楼下看见你司机，不然我差点就被你忽悠了。干嘛？跟我玩阴的是吧？不是老罗，你先坐下再说。这谁忽悠你了？我们大家都是有底线的，你的底线是钱，我的底线是合作。呀，辛小姐，别拖着了，给这通快话，趁我和老邓都在，到底跟谁合作？有时间吗？送2杯咖啡过去。好。刘总喝咖啡。郑总，谢谢啊。喝什么咖啡？我来又不是为了喝咖啡的。不是老罗，你稍安勿躁，我相信辛总一定会有他的安排。妙晨，你坐下听一下吧。怎么都不说话？啊？你说，你们到底选择跟谁合作？我也知道了，你们心里头都有答案了，对吧？那Cindy姐，我可以说一下我的看法吗？说吧。是这样的啊，罗总，我们这边呢也还需要一些时间再考虑，但是一定会尽快给您答复的。在您这边就这次二手车网站落地实体经营，扩大线下门店，还有后续的维修质保服务策划方案，以及详细的预算也还没给到我们，所以我们的评估也会有所阻碍。但是
日新科技这边的二手车网站策划方案就很齐全、很详细。你们什么意思啊？摆明了你们就想跟日新科技合作，对吧？哦，你们当我姓罗的干什么吃啊？吃素的吗？让我陪跑，浪费时间。罗总，森妮姐，哎，罗总，罗总，太冲动了。倪耀晨，你出去吧。对，不用，姑娘，你先坐着，没事没事没事。那个，辛总啊，人家小姑娘说的没错呀，这个资料都没有交齐全呢，就来谈项目，这个老罗是应该改改他的态度了。小姑娘，你是看过我们这次公司的项目资料吗？嗯。哎呀，辛总啊，这个小姑娘真的很不错，很认真的。如果我们这次日新科技能和 DH 顺利推进合作的话，我希望严小姐能作为我们项目的分析员。DH 和日新的合作投资分析方案就交给你来做，好不好？当然，我们 DH 一直都是以客户的需求为准的，所以没问题。那就一言为定。一言为定。邓总慢走。再见。自作聪明。我作为你的上司，我没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吗？还是严小晨，你认为你比我更有能力掌控这个项目的进程？谁让你在这种场合下说出有这么明确的倾向性答案的？你如果这么有野心，你干嘛做分析员啊？你坐我的位置好了。我只是实话实说，是吗？我希望你拿出的分析报告对得起你今天这份勇气。那个项目啊，还是按照你说的办吧。什么项目？啊？就那个项目。行啊。你不是要去？啊？行，走。喂，你好，是物业吗？我是 DH 投资的程志远。我们公司还有员工在加班。对，麻烦你等到下班之后再锁门。谢谢，辛苦了。
老板，你也加班呀？对，在加班呢。反正我回家呢也是要处理工作上的事儿。你呢？你怎么也加班啊？我没给你发加班费啊。我勤能补拙呗。我真该为公司有你这样的员工感到高兴。只要不是为我这样的员工感到伤心就好。其实人的这一生啊，在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事情，去承担不同的结果。有些事情啊，没必要放在心上。现在已经挺晚的吧？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哦，不用，我还得去找星座。Cindy，他这个时候应该不太想看到你。我要当面把这个文件给他。我给你看看东西啊。哦。如果你一定要去见他的话，我可以带你去，但结果你不一定满意，还去吗？去。魏老李，10分钟后来楼下接我。老板，我就是好奇，你为什么不自己开车呀？你是不是没有中国的驾照？孙总在那儿。怎么，没想到啊？原来辛总私底下是这样子啊！他还有更厉害的。嗨，辛总。什么事儿啊？我把日新科技的分析方案做好了。什么？日新科技的分析方案我做好了，您要不看一下？现在是我的私人时间，我没有义务配合你的工作，上班再说吧。你加班，我一点都不想表扬你。当然，这是你的自由，可是我觉得很蠢。这太吵了，我们出去吧。走。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我自己也能回去，已经够麻烦你的了。这么晚可没有公交车啊。我打车回去啊。哼，你舍得打车啊？陈总，我在你心中这么抠呢。明天见。晚安。晚安。是不是给我打电话了？我没接成。我自己给人挂了，我以为你在忙，所以不敢给你打电话。来来来，起来，起来。
知道啤酒和白酒混着一块喝，我胃都快吐出来了。幸好把合同签了。辛苦了。只要需要你的时候，能听听你的声音和看见你的人，就一点都不辛苦。还难受吗？不难受，你放心吧。想想啊，你迟早有一天，我妈一定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我一定要向她证明，我们之间的感情能经过各种磨难。怎么那么肯定啊？因为我奶奶当初也不同意我妈和我爸在一起啊，最后还不是在一块儿。真的？我外公外婆是农民，我妈也没上过大学，我爸出生在大城市，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最后还成了公务员。在他们26岁那年，不管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反对，私自偷拿了家里户口本，然后登记结婚了，最后生出来你未来老公。你说我妈也经历过这一遭，她怎么变得跟我奶奶以前一模一样？不过我相信她肯定会想明白的。他们当时都不屈服，我是他们儿子，我怎么可能屈服？娇娇，你不相信啊？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我要跟你一起努力。娇娇，我妈肯定认为我进公司都是因为你，你现在走了，他们肯定觉得我坚持不下去了。我这一次一定要证明给他们看，我是认认真真的想好好工作的。小小，你说，你妈会不会也不喜欢我？你都没跟我说过你妈，她是什么样一个人？她会喜欢我吗？他会喜欢你。真的吗？我当时见到你妈，我带好多的礼物，我还带她去体检，看她身体怎么样。我还带她去玩，去旅游。我对我妈没。时间不早了，你明天还要上班呢。你今天晚上就在这睡吧。我睡哪儿？沙发。我去洗脸了。你妈妈的事情，你跟她讲过吗？沈侯知道吗？所以，如果你们两个要走到一块儿，注定了是不幸的，你们会非常痛苦的。我是过来人，我说的话你懂吗？东风，怎么又是8条？碰！哎呀，碰！你逮什么碰什么？哎呀，你不要手气不好就怪我嘛！你是不是找茬嘛你？阿才，这都是啊，他前面不碰，现在碰了。他输钱啊？不是说好了今天不玩钱的吗？哎呦，这打麻将不玩钱有啥意思啊？
哎呀，快来！上次说好的不来钱的，今天不来钱啊，认真打。不完全随便，来该你，随便打。不完全随便打。小王啊，你那个投资平台最近有收益吗？有啊。不是说投资越大收益越高吗？对呀，我那4万块钱能收多少？这大项目肯定要放长线的呀，收益哪有那么快啊？你有点耐心好不好？我这不是问问吗？那钱也是跟朋友借的，朋友最近有点急用，要我还呢。大哥，什么事啊？跟你们没关系，别多管闲事。你们干嘛？闭嘴！刘清芳对吧？欠我们的16万，什么时候给？16万？怎么会这么多啊？哎，姐，你刚才说你那朋友，就是他们呀？你们先玩吧，我还有点事情。来。早安，小陈。早安。早安。来了。走。严小晨，你昨天晚上不会是去……下次带我一个。好，下次带你一个。你不会昨天晚上都在公司加班吧？对啊。你不知道 Cindy 最讨厌员工加班吗？他为什么会讨厌员工加班呀？我告诉你啊 ，Cindy 最反感的就是在公司瞎耗时间，在他眼里这就是无能的表现。我之所以主动要求调到 Cindy 这一组，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从来不要求员工加班。你这些事儿都没调查清楚，你以后怎么问？哎，田阿姨，小陈啊，大事不好了！妈又出什么事了？你妈妈呀，她欠了高利贷，催债的都已经找上门了，把你妈妈从那个麻将馆一路拉回家，还把你家里弄得一团乱。我知道了。啊？你知道了？你说话的口气怎么跟你妈妈一样啊？你妈妈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哎，你家里已经被人翻了个遍了。高利贷的说了，再给你们家2天时间，你妈妈要是再还不上钱，就要剁了她的手指头。哎，我妈欠多少钱？好像有16万呢。行，我知道了，田阿姨，您帮我现在照顾好我妈，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哦，好，谢谢啊。怎么了，小陈？没事。哎，你回来，我得出去一趟。啊，一会儿辛迪来了，你帮我跟他请个假。啊，好。谢谢。这又怎么了？早安。
他这是下班了？你刚跟我说什么？没事，走吧。嗨，小肖，你怎么来了？沈侯他在公司吗？在，怎么？他今天没去卖场啊？没去，本来说是要去的，但是昨天晚上跟客户签约，把自己给喝大了，现在在刘总办公室躺着呢。谢谢，我去看看他。嗯。这在办公室的是小沈吗？躺在办公室睡觉。哎，你别说了，最近他好像转性了，啊？跑业务跑得特别积极，都快成劳模了。哎。在你看来，作为一个销售业务员，这是必经之路。可是对沈侯就不一样，他不需要经历这些来证明和改变自己，他是一个管理者。他这么做就是浪费青春、浪费生命，作践自己。上一季度所有投资案的资料以及相应的分析总结都已经发放到大家手里了，所以下面有请李辉为我们大家讲解一下。好了，仙姐。是这样，大家手上拿到的资料可以看到，我们部门在上一季度针对我们的互联网领域还有共享经济领域去做一些发展。那么目前呢，已经有包含在小黄单车还有橘子共享充电宝上，一共是13家的企业已经被我们拉到了我们团队里面。所以现在，不好意思啊，接个电话，继续。好，一共是13家的创业团队，喂，有8家的合同我们已经是主持人吧？剩下5家我们还在。是，出了点事儿。娘娘欠了人16万块钱，人家追上门了，闹得还挺大的。我就正打算过去看看呢。让大家一起开心，对不对？那么这一次的，你先别着急过去，我想想办法。好，那就这样。那我们非常有信心把这一次项目做好。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还有这些，包括合同方面的东西。郑总，继续 ，OK。那其实我们眼下这个区块链也是非常热门。那前段时间已经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分析报告，那后续会发送给大家。那以上就是今天报告。看来程总对我们上一季度的工作并不是很满意啊。上一季度成绩不错，今天下午茶我和郑总请客。谢周总，谢周总。那行，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
我有点时间出去一下，后面就辛苦您了啊。下午茶我请。谢谢总。那我们饭吧。你直接发我邮箱就行，直接发我邮箱，然后把客户那边的资料给发给你。有需要打电话吗？喂，魏彤。喂，小陈。你现在手里有不用的钱吗？能不能借我点儿？你要借多少都给你啊。有点多啊。16万。16万？你确定你说的是16万吗？我确定。着急吗？急。我想说，你要不急的话，我想办法帮你凑凑。但你也知道我没工作呢，所以我那点存款还不够你要的1/10呢。小陈，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家里出了点事儿。那你跟沈侯说了吗？我不想让他知道。哦，我明白了。那你别着急，我帮你想想办法，但我不太确定我能帮得上你。好，谢谢啊。没想到你平时不怎么找我，一找我就这么大的事儿。跟你开玩笑的，我会帮你想办法的。好，麻烦你了。拜拜。陈总，我本来说下来买一杯咖啡，看到有一个背影跟你很像，所以过来看看。没想到真的是你。我现在发现，你说的都是对的。什么？就是生活中的苦涩，本来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无法避免，就学会去品尝它。这句话其实还有下文，你想知道吗？只有品尝过苦涩之后，才能感受到生活的真正美好。意思是，如果你想抵达顺境，必须先在逆境中经过一番锤炼。这算是鸡汤吗？怎么了？是感情出了问题，还是家里出事儿了？能让你这个工作狂翘班的事儿，一定是大事儿。能在你身上发生的大事儿，也就那么几件，并不难猜。我现在非常需要钱。需要多少？16万。是家里的事儿。找沈侯了吗？沈侯他现在也刚工作，他自己肯定没那么多钱。我要是找他，他肯定会去找他妈妈要。那如果他去找他妈妈，那这不就印证了他妈妈的话吗？我可不想认输。看来你还是被绕进去了。什么意思？你脑子里面现在的输赢啊，还是取决于沈侯妈妈那天对你说的话，还是取决于你是否会拖累沈侯。但真正的输赢不在这里。你跟沈侯是来自2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
当这两个世界相遇的时候，一定会对彼此造成影响，无法调和的现实差距会形成阴影，而你们之间相互包容的决心，就是能够照亮阴影的光。到底是黑暗遮住了光明，还是光明照亮了黑暗？这得看光明有多强大。所以说，沈侯对于你来说是什么呢？你现在说这些都太抽象了，我现在脑子有点乱。我现在比较关心我能从哪儿弄到16万。那如果我说我可以借给你呢？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恰好有钱吧。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也不问我拿这16万是要去干什么，你就说借就借啊？这么信任我？现在我是老板，你是员工，对吧？能让员工心无旁骛的认真工作，应该是我这个老板的部分义务吧。可是雇佣关系只是暂时的，你就不怕我跑了吗？你可别忘了，我可知道你家在哪儿，除非你一辈子不回去，否则我迟早找到你。那我不会拖到让你要去上门要债的。我现在税后的工资是8600，如果按分期付款的方式，你每个月扣5000，这样3年我就能还清。你连还账的方式都想得这么细致，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不过我想你根本用不到3年才能够还清。你现在不是在负责日新科技的项目分析吗？如果合同顺利签成，你有提成可以拿，到了年底还有年终奖，算下来应该有6位数字。其实16万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赚钱那么容易吗？我既认可你的能力，也对我自己的公司有信心。要这么自信的老板，好像还钱的压力也没那么大了。就当是我提前对你工作的鼓励吧。谢谢陈总，谢谢你对我的认可和对我的信任。好了，时间都拖了这么久了，既然事情都已经解决了，你要再不回去工作的话，我可真要扣你工资了。好，你不是要去买咖啡？是。好了，老板您过目。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古老的东西了。虽然古老，但是有效。我先出去了。等一下，你就这么出去的话，公司的人还以为我让你签什么卖身契呢。有客人啊？那我要不要敲下门？你什么时候敲过门啊？我先出去了。哎，等一下，这杯咖啡给你的。志远，你又喝咖啡？你是不是还吃冰激凌了？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这样会胃疼啊？你每次胃疼都要我给你拿胃药，你胃疼我也心疼啊！快，把胃药给吃了，这水也差不多正好。没事，我胃不疼。爱吃不吃？妈，16万已经转到你卡里了，看到立刻联系我。严小晨，不是你去哪儿了？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走的这段时间可得到了 Cindy 姐的关节垂血。你没帮我请假？哎，我请了，我能不请吗？开会之前我就请了。哎，她表现的特别无所谓，头都没抬。啊，知道了，开会。
结果会开到一半，不知道怎么回事，陈总突然走了。会议结束，他又来问我，知道严小成为什么请假吗？我怎么说？你是不是跟陈总？啊？胡说八道什么呀？哎呀，开玩笑，别那么认真嘛。就是不知道 Cindy 姐为什么会这么针对你。没什么针不针对的，有个严厉的上司是个好事儿。哎，看你刚来，怕你踩雷。友情提示啊 ，Cindy 姐和陈总关系特殊。有多特殊啊？据说啊 ，Cindy 姐和陈总他们在国外上学的时候就认识了。陈总在国外创业 ，Cindy 姐就陪着他一步一步把 DH 建立了。但是1年前，陈总突然把公司的所有业务全部调回了国内 ，Cindy 姐跟着他一起回来了。这么算起来，他跟着陈总的时间比乔总还长。你别看乔总职位比 Cindy 姐要高，他见到 Cindy 姐也是要借他3分的。为什么不签字？这个不合适。这个去年我们必须签。哎，还有个内幕消息 ，Cindy 姐和陈总对外都声称自己单身，但是 Cindy 姐不但知道陈总家的家门密码，还经常留宿在陈总家。所以，种种迹象表明 ，Cindy 姐和陈总就是传说中的办公室地下恋情。地下恋情怎么了？他俩有什么不能公开的吗？陈总可能是想避嫌吧？你想，公司人多口杂，多麻烦。Cindy 姐也不求名分，就想安安静静的待在陈总身边。哎呀，这么一想，魔女也是挺不容易的呢。耀晨，你是不是还知道点别的？我能知道什么？哎呦，快说快说快说！哎呀，快说嘛！我求你了，大哥，我现在脑子乱得一塌糊涂的，你还在这儿来跟我八卦，能不能消停会儿？就是开个玩笑嘛，那么认真干嘛？赶紧工作。告辞。你别管了。沈红，沈红，你看谁来看你来了？啊，你怎么来了？胡总，你们先聊，我去财务那拿这个月报表。你去忙吧。哎，妈，那个我不是故意偷懒，我是昨天跟刘叔说一谈项目，我实在太累了。我知道啊。哎呀，妈没有怪你的意思，她是心疼你。你刘叔啊，背后没少夸你。你要是累的话，再躺会儿吧。妈，我肯定会努力工作的。所以你那天答应我的事儿，你可别忘了。哎呦，妈正要跟你说说严小晨这个人呢。啊，来，你坐。哎呀，傻孩子，你对他这么掏心掏肺的，你觉得值吗？当然知道了。妈，你什么意思啊？哎呀，跟你这么说吧啊，
前2天呢，我刚巧到了严小晨工作的楼下，碰见他了啊，正好看见他跟他们老板叫程志远啊，说还认识你。你说他们挺大的公司，为什么会雇佣一个既没有文凭也没有工作经验的小女孩呢？啊，我看到他跟他老板在一起的感觉，2个人的关系不一般。孩子，他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懂吗？妈，我看不是碰巧吧？你是不是找严小晨了？你跟他说了些什么？我跟他说些什么？哦，那我也要问你了，他跟你说了些我什么？哼，他不会蠢到在背后挑拨我们母子关系吧？我跟你说了。妈，你怎么能这么想？我都跟你说过了，小小他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更清楚。你妈我活到现在，我可以说是阅人无数。哎呀，你呀，真是被他下了蛊了。妈，那个，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只要我表明我的决心，你就答应我跟小小在一起的吗？没错，之前啊，我是想答应你的，可是，并不代表天天让你夜不归宿，住到他那里去啊！啊，你所谓的努力工作，就是陪着客户天天喝大酒，结果呢，晚上不睡觉，白天起不来，就跑到你刘叔这儿补觉。你拿这儿当什么？想睡就睡，想来就来。你说说，你这样下去能撑多久？身体都先搞垮了。所以啊，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改主意了。从今往后，你不要去销售部跑什么业务了，回到总部，跟我学管理。反正公司以后也是要交给你来管。妈，说好的事情你怎么能反悔呢？妈，你堂堂一个大公司的老板，你说话怎么能不讲信用呢？这要是传出去话，别人会怎么想您啊？哎呦，你这天天跟严小晨在一起，别的没学会，学会给你妈扣大帽子了是吧？好，那我就以公司大老板的立场来告诉你，严小晨这样的人啊，就作为一个普通的员工，他在人品上都有问题。这是什么呀？你看啊，这是朱棣给我的，严小晨入公司以来的报销单，上面充满了弄虚作假。铁的事实面前，你还有话讲吗？妈，这些话如果不是我亲耳听到，我根本不会相信这是从您嘴里说出来的话。朱棣说的话你就这么相信，那我呢？他能比我更了解小小吗？况且这些报销单随意修改都行的，这能证明什么呀，妈？我以为你懂我，我以为你是站在我这边，可是现在呢？我告诉你，我依然坚持我的想法，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我都不会和小小分开的。好啊，那我也表明我们的立场，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我跟你爸坚决不同意你跟他在一起，否则的话，怎么样？把我赶出公司？妈，你别忘了，我从来就没有想来过。
这不是你爸公司的项目资料吗？哟，转性了。不是你买那么多酒干嘛呀？我心情不好，陪我喝点。大白天你喝什么酒？再说你都谈恋爱了，心情不好找嫂子去找我干嘛？上班呢。况且这事儿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说呢。什么事儿？我辞职了。啊？那你妈那儿……别跟我提我妈。哎呀，我还以为你跟他苦尽甘来了呢，哪成想你俩这么点儿背，谈个恋爱还得先解决家庭矛盾。哎，你说这事儿我该怎么跟小小说？实话实说，你是因为他才跟你妈闹掰的，对不对？这事儿多帅啊！啊，说不定嫂子一感动，呱嚓再给你生个小猴子。去你！不过猴子，我得提醒你2句啊。你这现在你没了工作，又跟家里闹掰了，你得小心点儿。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之前提醒你的那个意思。你想啊，就算嫂子对你情比金坚，但是她现在在城市远的公司上班啊，你架不住她虎视眈眈吧？你给我闭嘴啊！别瞎掰啊！反正我提醒你了啊。小小，想我了吗？进来吧。小小，你收拾行李干嘛？你不会又要不告而别吧？我要不告而别，我会就只收拾这几件。那还不是因为你上次突然消失了，我都有后遗症了。你收拾衣服干嘛？出差啊？我得回家一趟。回家我陪你去啊。不用了，你还得工作，老请假也不太好。小小，我辞职了。事情就是这样，小小，我妈要说什么不中听的话，你可千万别理她。我也不知道我妈怎么就突然变成这样了。你确定你不回去了？我要是还待在公司，拿着公司的工资，我就还是我妈的空瓶。工作嘛，大不了再找。我发现我对于跑销售还挺有天赋的，再熬个1-2年，赚足了本金，到时候我干脆自己创业，拉着雨辰一块干。小小，你别担心啊，我真的想清楚了。工作有很多，但是你只有一个。我要是把你弄丢了，我上哪去找一个一模一样的你啊？所以，我希望你支持我的这次决定。你知道，我会永远站在你这边的。你都不知道，我在来找你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直到我见到你，我突然就有了勇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突然发现，
我们之间应该最纯粹、最真实，不带有一丝丝隐瞒。我明天回老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回去。真的啊？如果你不想去也没关系。愿意啊，我行李都带来了，说走就走。我们家可比不上这儿，吃的和住的可能都不是很好，而且我妈脾气也不太好。小小，我既然说了要跟你一块儿回老家，我就做好了面对任何事情的准备。好，买菜去。叔叔，你们下棋呢？诸位阿姨好。哎，孙阿姨。哎呦，回来了。叔叔啊，回来了，小陈。诸位阿姨好。哦，好好好，挺好的。哎。妈。小小。你等我一下啊！哦，妈，你谁呀？你怎么跑我家来了？要债的？啊，我不是坏人，我不是坏人，我是贼吧？不是贼，不是贼呀！我不是贼，这不是贼，这不是贼，自己人，妈，自己人吗？我大学同学。这什么同学？妈，嘿嘿，妈，嘿。妈，你刚上哪儿去了？我上派出所录口供去了。啊？口供？什么口供？那帮人找麻烦来了，你不会是还没还钱吧？一大早就找上门来了。刘金峰，出来还钱！刘金峰，刘金峰，吵什么吵？哎，一大清早你们还让人睡觉？干啥咋呼呼的？不是进去！这讨债的，有这什么人了？跟这人家进去！刘金峰，还钱的日子到了啊！你再不还钱，别怪我不客气。把字写上。啊！臭流氓！我跟你说，臭流氓！臭流氓！臭流氓！敢在我家门口刷漆，你要死啊！你们要钱没有？来，有本事把我手剁了！你太嚣张了吧！刘金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现在已经到了还钱的日子了。你要是再不还钱，小心我拆了你的房子！哼，好，好啊，来，对公安局是个证据。来，我把110拨好了，就差这么一按了。来来来，刘清芳，去把这女人手机给我抢过来。去呀！你有种啊，刘清芳！你给我等着，害我回来了！快走！什么？我电话还没拨出去呢，警察就来了。你说，该着这3个坏人被抓起来。啊，我就还了4万块钱，剩下12万都在这里头。不是，到底什么情况啊，妈？还有小小，
这么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啊？你谁呀？一口一个妈叫着，我怎么不记得有你那么个儿子？啊，妈，你好，不是，阿姨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沈侯，三点水那个沈，王侯将相的侯。妈，他是我男朋友。阿姨，折腾了一早上了，你是不是饿了？我给你弄点东西吃，啊？我是饿着呢，可是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啊，没有吃的啊？那我们可以给您去买点儿。啊，我俩去菜市场给你买点回来做。啊，对，阿姨，我们先走了。不是，到底怎么回事？你妈从哪儿借的钱啊？欠的高利贷啊？那怎么不早点报警呢？我当时就是怕我妈会出事儿，也就没想那么多。跟谁借的钱？我找陈志远借的钱。程志远，你为什么不找我啊？我找你，你一时半会儿能拿得出那么多钱来吗？你不还是得找你妈吗？我可以找雨神。哎，我就算是找陈志远借钱又怎么了？又不是不还他。那你怎么还？我现在还有1万多的存款，再加上我每个月的工资从工资里扣。要不这样，别从你工资里扣了，这4万块钱我帮你还了。不要，你不许去找你妈要钱。放心吧，不会。现在我跟我妈的关系，你觉得我问她要，她会给吗？你这鱼新鲜吗？小小，咱们买些什么呀？苋菜。哎，买菜来。这苋菜怎么卖？3块2。3块2啊？能便宜点吗？你这苋菜不太新鲜。哎，瞧你年纪轻轻的，还挺会还价的。行，要不给3块吧？3块啊，好。哎，对了，你妈为什么会欠高利贷？我还没问你呢。打麻将又输钱了吧？没想到啊。哎，你到底买不买啊？别杵在这儿啊，影响我做生意。谢谢啊。买菜吗？这个多少钱一斤啊？这个8块。哈，买了好多。哎，小陈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回过家了吗？你妈妈那边怎么样了？早上那帮放高利贷的又找上门来了，得亏有人匿名报了警，把他们都给抓了起来。我妈把那4万块钱也给还了，还录了口供才回来的。这次真是有惊无险的。那就好，那就好。哎，田阿姨，我妈她借高利贷，是打麻将又输钱了吗？哦，不是的，她最近打麻将都已经不玩钱了。你妈没跟你说啊？没有。哎，她是被一个牌友给坑的。那个人呢，是最近才开始跟我们打麻将的，每一次都会请我们喝点茶什么的。反正出手挺大方，好像挺有钱。那你妈妈一打听啊，知道那个人的钱是在什么投资平台上面赚到的。那个人看到你妈动心了，就怂恿她也投钱进去，说是可以帮她操作。哎，什么投资平台？那都是诈骗，到时候他们就卷钱跑了。你妈妈一开始小投了一笔，可是很快利润就翻倍了，她就觉得应该多投多赚，所以就想到问我们借钱。可是我的钱都不在我自己手里，我实在是帮不上忙，所以她才想到借高利贷的。可没想到那个什么平台是骗人的，你妈妈从高利贷那边借的4万块钱，在那个什么平台里面1毛钱都没拿回来，结果高利贷那边反而利滚利变成了16万，所以那帮人才上门催债的呀。哎，我妈她老相信这种不劳而获的事儿，得亏这次是运气好，不然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儿呢？小陈啊，你也别怪你妈妈了啊，都是为人父母的，她的心情啊我懂，
他想多赚点钱呢，其实是想帮你减轻一点负担。他有一次跟我讲过的，他说你一个人在上海这种大城市生活很辛苦，挣点钱不容易的。小小，你就别怪你妈了，你妈挺单纯的。好好劝劝你妈啊。那我先走了啊。拜拜，阿姨。再见。哟，妈。阿姨。你帮我妈。阿姨擦门呢。哎。哦。阿姨，您坐，坐，椅子，对，我来，啊，慢点，别溅一身。没事。哎，没事，这儿有。啊，有啊，我帮你打。不用。干嘛呀？没事。我来。要干什么呀？哎呀，那个，这个干嘛使的？擦门去吧。啊，吃的。啊，吃的，吃的肯定很好吃哈，阿姨。那您先休息啊。阿姨，那我门一会儿就干净了啊。让地方，你这笨手笨脚的，去把桌子腾出来。那你来吧。阿姨，您这手法啊，都赶上5星级酒店大厨的标准啊！拿个盘子来。哎，好嘞。阿姨，盘子。拿个大点的行不行啊？哎，好嘞。阿姨，大盘子。行，放着。妈，你当心手啊，我出去了。葱姜蒜，葱姜蒜啊，葱姜蒜，快！蒜。你小心点手。你们两个，哎，不要那个，你们两个认识多久了8个多月了。怎么认识的呀？我们俩大学同学，天天都能见到。那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啊？阿姨，我暂时还没有工作，不过很快就会找到工作的。您放心，我到时候肯定会照顾好小小的。小小这2个字，是他让你挑的？我给他起的外号。这是他爸给他起的小名儿。不是，阿姨，我发誓，我绝对没有撒谎，我真的给他起的。
叫你看上小小什么了？他呀，那太多了。总之，他优秀，哪都优秀。啊，您可能不知道，小小在学校里啊，年年都拿奖学金，学校的教授直接给他保研。您知道这机会有多珍贵吗？但是小小呢，说不要就不要了，厉害吧？学校里的同学对他就是羡慕嫉妒恨。哎呦，还有，他在公司里啊，每次都受到领导的表扬，而且他一进公司就给公司签了一大笔合同，厉害。他这么优秀，你又没工作，拿什么养活他呀？阿姨，虽然我现在没工作，但是为了小小，我肯吃苦的。他只要开心了，我做什么都愿意。好了，你去吧。那您不要帮忙了。没事了。那我先出去了，您有事随时叫我。好。好嘞。哎，我妈脾气挺好的。这也太香了！你快动筷子吧，我等不及了。哎，谢谢妈。叫阿姨。哎，谢阿姨。不用了，我自己来。你不最爱喝鱼汤吗？不用了。太好吃了。那么，你们就不想说点什么吗？是不是因为我第一次来，你们不好意思？哎，没事，说吧。我可就说了啊，那16万是从哪儿来的？我找朋友借的呀。你有什么朋友这么大方，一下借你这么多钱？不是，妈，你到底想说啥？我想说什么，你心里明白。在上海那样的大地方，接触朋友，谁知道你接触了什么三教九流？妈，吃菜。阿姨，这个真的，我可以替小小作证。谁呀？不会是那帮放高利贷的又来了吧？不会，你想想看，警察都找过他们了，而且钱也还了，没准是阿姨的朋友。谁呀？说话！装神弄鬼的，去了趟派出所还嫌不够。哎呀，不见棺材不落泪。大嫂，完了，姐，你看没别的意思啊。我听说你们家出了点事儿，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帮什么忙啊？你是来看笑话的是吧？不是的，姐，你别误会我。你少装好人！我真的是看看有什么姓郑的，我告诉你啊，你要是真还有点良知，你就告诉我，当年撞死我们家老严那人现在在哪里？你说。姐，我真不知道。我要知道，我能不告诉你吗？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哪就记得？哎呦我的姐，姐，你快点劝劝你妈，让你妈冷静点。哎呦我，你走开！不是姐，我，哎呀，姐，妈说，妈。第一，你们家呀出了点事儿，我听说了，然后我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我是真心的想帮忙。第二呢，我就是个卖车的，那个人就是世下，我哪知道他是谁呀？我上哪找他去？我哪认识他呀？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呢，姐。你放心，你看我的，我这么有姐。妈，别打了，姐，快走！你说我真帮忙来了，不是？哎呦，那姐你冷静点。哎呦我的天哪！姑娘，有啥事跟我说啊。哎呦。
我去那边。别找了，别找了！你就算找着他，他也不会说的。啊，那怎么办？我还等着做女婿呢。咱现在回去啊？走，河边走走去。